相依月下，愿许嫁色，愿许嫁。啥意思？就是说，当年在这个小院里吧，你愿意嫁给我不？我愿意嫁给你。关注鬼头，带你看买房人跟卖房人的故事。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伊春市，身后呢就是美西区。那么在鬼哥的对面就是前往五道库的方向。咱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五道库，那里经常看鬼哥视频的伙伴们应该知道，那里有鬼哥为粉丝买的1万块钱的农家小院，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好了，废话不多说，我的镜头。这呢是去往五道库的必经之路。防火站，每到防火期的时候呢，这里都会下车停车检查登记。咱们现在就正式进入林区了。当走在这样的小路上，开着车的时候，对你内心真是一种释放。刚走进大山深处，看见民宿小院，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故事，都在诉说着自己。你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角。蜿蜒流淌的小河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做人就要像流水一样。昨天整个伊春呢下了一整天加上一夜的小雨，雨停了，它又恢复了它的宁静。这个时候我们把车窗落下来，窗外的空气涌进车内，空气中泛着微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当蓝天跟白云，还有山间的小路，还有路边的一抹绿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将放飞自己心情，你会感觉生活很美，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小桥流水人家，依山傍水，身后就是大山。五道库的人们每到采摘货的时候，这条小桥上都是来来往往采摘货的人。这里有1972年的老供销社，它承载的全是记忆。来吧，孙姨的故事是19岁就在这儿当售货员，今年孙姨是72了。我来的时候是72年。72年，你19岁来到现在，一直没走，一直在这个屋生活了53年。整个五道库啊，所有人呢都基本上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采摘木耳，对，是吧？对对。然后咱们这儿的木耳还有个特点，它浇灌的水是山泉水，是吧？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还有自己的蜂蜜，蜂蜜都是大山里的。蜂蜜在大山里养蜂的。这个跟咱们平时逛的超市不一样吧？啊，看没有？整个超市锅碗瓢盆都有。说他为啥叫五道库呢？就有一个人从那个美西说步行，今天步行往这儿走，往大山里来，他叫武德库，这个人名叫武德库，完了后来五道库就这么说，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不太知道，就是不太那什么，听说，您都是听说，是不是？没有考证，对，是不是？鬼哥一晃拍那个五道库已经有23年了，拍完，然后现在就是陆陆续续很多的外地人，我看，在夏天的时候都会过来啊，房子也没少卖，是吧？对。然后大大小小的主播也都过来拍视频，然后是流量很高，尤其是那条小桥，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小门，就是鬼哥那个粉丝。鬼哥帮他1万块钱买的这个小院，好像是1万块钱，我记着。然后我记着屋里头好像还有那个华店，就是鬼哥那个拍那个视频，华店20年那个窖藏那个酒，在这小屋里边已经存了2年了。这屋以前鬼哥拍剧情的时候用过，但是咱这个小院也不错啊，咱这小院也不错，前面就是小河跟大山。鬼哥来这屋的目的是为了他。这是鬼哥那个粉丝放在这儿的，好像放在这屋就摆在这儿得有2年了。
它本身就是20年的酒，然后这又放在这2年的时间高这块，估计这个酒会更好。鬼哥跟他说了，先借鬼哥一箱，鬼哥先拿回去。拿走。好了，今天卖房子的故事来自于他，你自己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时光山水小院的那个房主。买这小院的时候吧，是咋说呢？因为我当初在这边工作。上面这个什么？穿越故居这个字儿吧，是我找那个书法大师专门定的，但是这个里头的内容是我那个爱人编的。啊，这个呢？这是忆当年小院，这都是这一套下来的。来，忆当年小院，相依月下，愿许嫁设，愿许嫁。啥意思？就是说当年在这个小院里吧，你愿意嫁给我不？我愿意嫁给你，俩人就成了，就这意思。这是上联。其实那是上联啊，这是下联，这是上联。上联是品知青岁月，守繁华，不负青丝不负青。知青。对，知青，因为我当时买的房不是给我奶买的吗？啊，你奶奶是这里知青。不是，我爷是知青。你爷是知青。我奶是农村的，俩人搁一起了吗？这不就这个爱情故事吗？就是啊，你奶奶跟你爷爷的爱情故事。对。你爷爷是下乡的知青。对。然后你奶奶是当地屯子的。对。完，你爷爷给你奶奶那什么。一介绍，俩人对上眼了。完了就有的你们。啊，对。来吧，走吧，进去吧。那我说一下为什么叫穿越故居啊？啊。因为这个里头就按我爷我奶当年生活那个年代的感觉布置的。所以叫做穿越故居啊。走吧，走，看看这院。呀，风灯吗？风灯里头还真有五谷呢。这个桌，这都是以前的东西，没有。这有年头了。啊，有年头了，这里有一个呢。坐底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就老树根儿，我感觉挺好看的，要给摆那儿。啊。这边的仓房啊。原汁原味啊，全老东西没动。这当年那个流行，他们那年代流行的军大衣，都留着呢。还有干活的这些农具、锄头，这都有。就我们以前就在这里头洗澡，就这大盆，在那个院子里一放，烧点热水就洗澡。走吧。啊，你这个小院这个砖是？这都是我买的新砖铺的，从那个从山下拉回来的。拉完。这砖你买家多少钱一块？哎呀妈呀，这我还记不清了，但是我铺的到得花了个1-2万，因为下面是放了一层沙子，放一层碎石。放一层沙子，放一层碎石。对，垫底下再铺的它，要不然这砖就完了。得这么铺才能。放的没多少啊。没多少，但这棚子也重新盖的，这个棚子也重新盖的。对。这屋里头的家具都是当年的实木。实木家具，那碗架都是。这个碗架子看来是用心了啊。碗架都当年的东西没动过，就是给它收拾干净的。哎呀，捣蒜缸子。酒壶。热酒的壶。妈呀！耶，大茶缸子，这东西真全呢啊！呀，上面这个好。对，上面篮子。双数塔。煤油灯。煤油灯。真是的啊。那个。这个洗脸盆，这个光荣退休，你看这是81年的，12月21号的。2处工会。耶。包括我家这个，你看这。但是你这个，你这个水舀子年头性不是太多。最新的。这是新货，是不是？后配的，配头钢。看这小屋，一进门这有个小炕，炕上有个立柜儿。这柜可是老东西，这个没动过，这是纯实木的，2铺2开，是我新做的呗，都没用过。哎呀，这家伙真新鲜啊！哎呀，这小枕头这枕头边儿就黑了。
啊，这块有个炉子。啊，这有火墙，这边有火墙。这边也有火墙。我家的水井就在这个底下呢，电梯水井。插电就能出水。这不好啊。这是我到邻居家收回来的，这是纯的老沙发，是不是？完了，这个沙发套是我找那个老师傅定做的，这个沙发套吧是新的，就是我重新定的。还有磁带。有磁带。这是纯的那个年代的，对，也没动，是原先房主留下的。这房子一共多少平？本上写是40，但实际上它得有50。太干净了，这屋太干净了。下面是吊。这怎么还有被窝呢？定做的吗？全套吗？那还有2铺2盖的，一卧4卧各一套。哎呀，这家伙真细致。缝纫机，完了那个大香皂。那小炕桌挺经典。那炕桌也是老东西，原先不都搁炕吃饭吗？挺经典的小炕桌。这是前院子了。这桌子也是老桌子，就以前那个折叠那种。你出来这个门别有洞天的那种感觉。对，这棵树也好多年了，李子树。李子树。种好多年了。这是你后垫的？这是后垫的，这都是我后垫的，包括垫起来的水泥沙子和石头买老多了，在这下面。这一趟全是300平，300多，因为我没确切量过，但是我那个时候搬砖的时候，我大概量了一下，得有300平。当时就看中这点了，出门就叫人。看中的这石头都是你出的？这都是我垫的，拉了一圈石头在这块垫了。这样就能保护这个水土。这位是？这我挨钓鱼的。这搁家门口出来就能钓鱼啊？这是？每次来都得钓，要不然不行。你俩谁说的算？我俩呀。你政治还挺正确。那你就钓你的鱼吧。23年。5月4号过的户。我是哈尔滨的。城里头。对。然后可以过户。可以过户。鬼哥那个在这块儿，在这个地方拍过农村那种剧情啊。接下来你放一段。好，回来之后你们现在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那个绿油呢？绿油也是重新我自己刷的。整个这个屋全是你重刷的，就包括那个门框。门框每一处都是我重刷的，但这种老物件我没动啊，原汁原味，它就这色儿。然后是啥呢？这屋的电灯我都是重新扯的，就是用最粗的那种铜线上棚顶上找人重新扯的。包括插座的线呢都扯出来，都预留出来了。网络我也给安了。在这上网也不用自己扯线什么的了。然后就是你15000买了，对。然后你在这个房子身上投资投进了多少？我没具体算过，但是大概是在8、9万左右。我没看见这8、9万。我家这些老物件就得占了2、3万。对，因为它属于文物。对。它现在不属于文物，它只属于老物件。这套找人做加布加人工，都好几百，包括这一套还超过了100块钱呢。包括那挂画那钟全都是可贵了，还有那帘儿，还有那窗帘儿都不好找了，都是那年代的东西。那个帘儿给推荐一下。那窗帘儿，牡丹。对。这个帘儿也是你淘的。包括这门上这帘儿都是每一个细节，因为我都花在细节上了。只有当年的23年5月4号下来的。那今年5月4号不是正好2年了吗？就是鬼哥随便瞅看了一眼，就这个手件都有年代感，那个开关都是有年代感的。咱们这个伊春市这个五道库啊，它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努尔干都司下边的屯河卫，然后另外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呢，这就是宁古塔的昂邦张经管辖的地方。当然流放到这个地方的人基本回不去了。但是这个地方像这么大规模建房子开发出来还是在建国以后。
这也是抗联的一个秘密据点之一。就是有个叫吴德库的抗联老英雄啊，当年为啥就叫五道库呢？可能有一个地方传说是和吴德库有关，就是他牺牲在这个地方，所以叫五道库，改名叫五道库了。那跟你刚才跟孙姨讲的不一样，孙姨讲的是民间故事，你这个还比较正统。孙姨说的也是有一个叫吴德库的人，从美西往这儿走，但是没提什么抗联什么的。在网上你能搜到吴德库是一个抗联老英雄你看得出来，那边是山，这边是河，就是面山临河，就是老一辈不讲面山就是有靠山，临河就是有财嘛。然后那个时候他爷爷和奶奶相识的时候，就是他有点他爷爷高攀了，因为他奶奶成分好。但是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嘛，所以说他爷爷和奶奶在一块儿，他爷爷是高攀了他爷爷高攀了，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所以门口那个对联实际上写的是他爷爷奶奶当年的故事对，就是有愿许嫁色愿许嫁，月下相倚，其实都是讲他们当年的一些事儿的但是老头走的比较早，走的比较早时候，那个时候人的情感确实比较纯，所以老太太这么多年就好像是说是痴情也好，说是没走出来也罢就一直也可能是怀念青春，也可能怀念自己当年，总是念叨着老头在一起当年在一起的一些事儿然后这我对象呢，这也比较孝顺当时在渔村工作，就其实是奶奶总念叨，然后就带他过来，借一个当年的场景复刻一下，是吧？1比1复刻一下，然后让老太太在这生活一段时间。但各种各样的原因老太太后来没过来。其实，当时我对买这个房，我口上支持，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些反对意见的。因为我觉得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这就是她这个大玩具。让人非常感动，就那种，然后是你离开了，我的余生只剩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当时他跟我说完这事之后我觉得这个房子花点钱，前前后后投了不少，尤其这些细节性的东西。你看，刚才一抬头看见那个羊蜡那个座了，那个蜡的座，你看不着，然后那个旁边那个电棒，掏回来，真是的，你仔细看这屋，你不是一打眼能看出来的这个细节，得观察。对呀，它这个细节狂魔里边一点一点的抠就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真的是当年的原始的物件，比很怀念当年那种就是一句话一辈子的感觉，就是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能爱一人嘛，这种感觉很好，一直听他爷爷。让鬼哥想起来，头一段时间我有个德国粉丝写的那本书，你不知道你们看没看那集数？我看到那个德国的那个，跟你那个说的正好相反。他说的这本书叫《我的情人有10个情人》。然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一生什么？就是一生只爱一人。因为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寻思干啥呀？这么远，是挺美这景，但是这钱也花太多了。我喜欢，我哪也喜欢。那个咱们的视频是买房人跟卖房人的故事，事儿虽然不大，但是讲述了2代人的爱情。我是真的是之前好多人要买，就是说跟我都谈过，我都没舍得卖，所以我的价格不能低于之前给我的那些价格。之前都给你什么价格？有个网红给我的是8万5，还有个前2天有个爷爷吧，说是退休也想来，大概也就在8万7、8那个样子。我俩谈的时候都不太一样，但是大概价格都在那儿。那我就最后定个最低价8万5。那时候你说就是他有可能拍那个农村那种年代剧情能用到这个。对，他想要拍那种年代剧情，完直播啥的，在这里就现成的这个场景。李哥问一句，就是能研究吗？研究不了，就8万5，就最低了。每一个买房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一个卖房人也都有他的故事啊！感谢你们收看这期视频，咱们下期就见。哪个房是啊？那个房子。这个。下蛋机。窗户外边真敞着呢。前面一直到从这面这电线杆呢，一直到西头那块全是我的地。然后一共3亩地。到了啊！但是鬼哥对这地方那个感觉挺亲切的，有点回到小时候农村那种感觉。从这儿往前看，这个方向瞅瞅，从这看过来，这小太阳四外周全是山。那这个位置是共青农场的13连。对，这个地方有感觉。你刚才那地方有感觉。哪个房是啊？那个房子。这个。对，这就行。
这是我的仓房。这个仓房是你的。对。然后后边的地全是我的。哪儿啊？这仓房后边的地。从哪到哪儿啊？这面这一片白的，从哪到哪到线？那棵树。啊。这面全是。对吧？从哪棵树？那棵大树。啊，就这个，我推荐的这棵大树呗。对，这大树我这面全是我的。全是你的地，这一共多少地啊？这面是2亩地。这面是吗？这面是一直到西头。一直到西头。西边有个道，到那道这面全是。啊，2亩地。对。都是你的。我就为了这地买的这块地方。啊，你就为了这个地，完了买的这个房。对。啊，这个仓房是你的。对。然后前面还有1亩地，到这一头。前面还有1亩地。嗯。从那个这个电线杆再往西一点，反正属于这个为界吧。啊。前面还有一块。不是大姐，那怎么鉴定这个地是你的？这个地就是说当年买这个房的时候开发的那个人，这是他开的，就是他的，拥有是他。一直都是我们。没有证书吧？没有，都这样，连着的地都这样，这属于自己家小有园儿，就是大。你这园子也太大了，3亩地园子。对。那你咋没圈上呢？大姐。我跟你讲啊。你咋没圈上呢？圈上干啥呀？来回抹车种地啊，不好走啊。我用那个车种啊。那你现在这地夏天还种吗？种啊。种啥呀？苞米呀，一年我卖苞米是今年卖8000块钱，去年卖9000，这苞米太便宜了。每年给我出8000块钱。啊，卖苞米呢？对，之前是9000，现在。你看这雪太大了啊！年年过。院里边这么多雪，这么大。那会有个小仓房。院里也挺好。往里走吧。这就有房本那个房本写房本40多点吧，40平吧。冬天太乱了。你这炕挺精致啊，这炕挺精致，像一小炕，挺好个小院儿。啊，这是大锅坛。你说那两盘我都没看见大锅吗？夏天的时候我们上这边种地种菜，就在这做饭了，在这住。这是厅。这个是我的住。我说我跟我爸我妈我们是在一起的。啊。走到哪儿我们都在一起，我在这屋住，他俩在那屋住。这啥玩意儿啊？这不喂小鸡儿的吗？我那房院里不一家小鸡儿的吗？哪个房啊？咱去小敲那个。啊，小敲那个。棚说棚里头有小鸡儿。啊。下蛋鸡。小蛋鸡。外边真敞着呢。前面一直到从这边这电线杆呢，一直到西头那块是全是我的地，南头到雪那块，看雪收下来了。从中我这么全是，这面是1亩多地。1亩多地。完了那边是2亩多地，一共3亩地。一共3亩地。这房是谁的？他这地永远是谁的？什么时候把这地占了，把这房占了，这地才能收回去。你这房本现在是你名是吧？房是我名。这屋干净板正的。但是这个地必须得用车种，人种不过来呀，太大了。我年年用车种，我一年给车2000块钱，我也不用管籽儿，我也不用管肥，啥我不用管。到时候就有人给种了，到时候就有人给翻了。到卖粮那天我来到这块了，来吧，收吧。1个小时收完了，到那一卖8000块钱，揣兜完事儿了。挣6000。啊，挣6000块钱。今年不行，今年粮太便宜了。这一冬这20来个鸡也不少吃。你这几个房子我看一个共同的特点，墙上贴的全是白纸。对，我糊的，感觉还是这样的。比那个刷那个墙，刷那个灰你不喜欢，喜欢糊纸那种。这个多少钱？这个是5万5。啊？5万5。对。就是前后园子。对。都算在内。对。我一开始就跟你说6万嘛，你不说的，你就说底价，我就直接告诉你，那就是5万5这个底了。前后园还全在内。前后园子3亩地。对。完了，小房前面还有仓房，能过户。过户能花多少钱？过户我之前过户时候花了260块钱。我花260过到我名下的。凭人力是干不动的。凭人力是干不动的。你们说句实话，鬼哥再勒他不？再跟他讲，是不是有点狠了？3亩地，这就建完40多平的房子。你一说勒了我都笑了。你笑啥？你跟我不实际，你告诉我说底价，我说完了你还勒。我爸我妈都75了，我说的别让他这么看了，我是看不动啊。你看，就是这个季节啊，就是我现在站在这儿，鬼哥现在站在这儿啊，这个季节虽然说不算冷了，但是搁这呼吸就感觉不一样，挺舒服。空气好，空气真的要到夏天的时候更能出。其实有一些拍那个农村剧情的，
东北农村炕头文化的一些那个短视频的剧组啥的，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这个房，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堂。这面得有个6个方的办的吧？也可以烧煤呀，也可以有炉子。看能不能让点，便宜点。到价了，让不了，真的让不了了。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下期再见。我去，你确定是白送不要钱吗？那必须的。别拍了，鬼哥要了，真事儿的。关注鬼头，带你看真实房价。咱们现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沧州市黄花市，然后是鬼哥，现在您把我的房子的麻烦您啊，一定给我白送出去。白送出去？对，然后里边的家具家电什么的，我也都白送出去。家具家电也白送出去？对，10几万的。啥意思？鬼哥没明白，把你的房子白送出去，还有还有10几万的家具家电。是的，没错，1分钱不要，1分钱不要。然后这个小区叫啥名？南大港碧桂园。是这样，它也是靠海。另外一个那边是这个南大港的湿地公园。行了，废话不多说，来吧，走吧。这个电梯洋房，还有这个别墅，叫凤凰生态城，这主打的就是一个生态嘛。为什么当时这个盘在沧州特别火呢？就是那边是那个恒大的，它建在同世界，然后还有一个恒大的文旅园，他们2个是挨着的，所以是碧桂园和这个当时恒大都在这儿建房。啊，他们电梯今天正好维修呢，咱等着去。今天电梯是就咱一个单元啊，上面都开着，他今天就是这个特殊的赶次了。几楼？5楼。5楼。对，那平时电梯都没问题。我去，你确定是白送不要钱吗？那必须的。别拍了，鬼哥要了，真事儿的。别拍了，鬼哥要了，你这屋白送，你这不，反正不是。来，这个你给我说清楚了，这个白送。对，白送。什么玩意儿？上品宅配的全屋定制，然后花了大概就得10万左右吧，上还留着。哎呦我去！电器，我们都是最好的空调，白送了。对，白送。这小地方整的，我还当时也做了一番设计的。多些平啊？这个是房本面积是99，房本面积99。对。哎呦我去！也挺高的，它这个南北通透，3个地方朝南。然后它是这样，这屋是全屋地热，然后全屋地暖。对，洗衣机也送。洗衣机也送，必须的。然后天然气是碧桂园当时新装修房子送的，然后也可以用这个燃气灶，然后也可以用太阳能。我们这个碧桂园所有房子都送太阳能。啊，那儿有个空调，那有个大外边还有个大的太阳能。哎呦我去，这小卫生间干湿分离的。这是儿童间的，肯定准备当时准备的。对，儿童间。这边主卧，这边主卧，哎呦我去，够用啊！主卧还带一个衣帽间。哎呦，进来看看，主卧这个窗台这块非常舒服啊。对，我特意做的外窗。就是鬼哥就稀罕这样式的，而且这个我有时候坐这喝茶。这还带个什么玩意儿？衣帽间。哎呦我去，兄弟你别蒙鬼哥，确定白送吗？必须的，哪能忽悠你？不是，对，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不是我自己买的，你看这个每个房子都有，就这个是天然气，也就是说你夏天要是洗澡的话啊，既可以用这个太阳能的，这太阳能啊，太阳能热水器，也可以用那个。哎，那家亮灯的那家有人，底下还有个白车，有，完了那边还有个白车，都有人。有一家好，这底下什么都有。我这做菜的、做饭的啊，厨具都有。哎，快过来，都有，快！看这厨具，这都现成的吗？这不是？筷子、菜板全有啊。有，我们在这住了，还有一桶豆油。地地道道北京人，我们家在胡同里边，现在在你知道哪儿吗？什刹海。啊！用北京话说胡同串子。大概应该是17年、18年的样子。我跟我爱人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我爱人是沧州的，那时候手里边吧，真的就正好有那么30万的、几十万的闲钱。就想着投资吧。这个盘当时特别火。我当时来的时候人特别多，都是来看的。当时买的时候都7000多了，8000吧。8000一平，可不嘛，80万。但你当时是贷款还是？我是这样，我是当时是贷款，
你首付给了吗？给了。给了多少？给了30万，30多万吧。当时是贷了45万，我还了差不多，具体日期我也不记得了，得有五六年、6、7年了吧，5、6年吧。一个月还多少？1个月还2000出头。2000出头是2000多少？2200块钱以内。对，一个月还。对。这屋装修是自带的。装修自带，但是家具、电器都是自带。电器、家具是你买的。对，这房子这么搁置的，索性我一想，就白送了。我是这么想的，认赔，就是30多万的首付呢赔进去了，不要了。然后这个10几万的这个家具电器的钱，也不要了。对，你要啥呀？我啥也不要了，我啥也不要了，确定？对，确定，真实，必须真实。就是谁要这个房子，对，谁就付那个把剩下的贷款。有2种方式，我也问过。一种就是一次性付清，还剩下40万不到，40万吧。对，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他每个月还这个2000多块钱贷款。你为你说的话负责？那必须的，我这也算开了个先例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经历的，就是赔房子赔钱的太多了。我觉得看您视频，我觉得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既然这房子不住了，那就别再搁着它了。您也看到了，其实这房子特别好。第一个守湿地公园，环境空气特别好。第二个呢，就是10分钟开车10几分钟就到南大港，一会儿你也去看看去。它就我觉得特别繁华。那会儿有吃有住的地方。对。如果再开车再10几分钟，因为我们这物业就是繁华的那就离天津直线距离1个多小时，1个小时吧，1个小时多一点。开车。我北京今天不是那个接你来吗？我开车是整准的2个小时，我还是遇到大雨了，大概就是前些日子。然后我们这黄华中介，因为我在那儿也跟他说了要出售出租。他说呢，他就跟我说他有人租。然后呢，我说行，那你现在带他看看房子吧。然后呢，看看房子以后呢，他说行。当时他特别喜欢，因为精装修嘛，拎包入住。然后我说他能出多少钱呀？他说就1300，然后新租1年。一个月1300，对，一年13000、14000、15000吧，15000，对，一年15000多。然后我就特犹豫，但是后来不就跟咱们不联系了吗？然后呢，我没抱着这个希望，就说您能来。结果您说跟我后来不是说来吗？哎呀，我还跟我爱人我父母还商量呢。他一个月给你1300，不够你那个对给那个房贷钱。也看到了，就跟全新的差不多，基本上全新，就是全新。这是我现在心情挺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了这个楼市的起起伏伏其实我大学还没毕业呢，我就买房子，在北京。那个时候的房子南三环，你在3环边那多好的位置，现在想想，你都想象不了多少钱。那个时候才3000多，不到4000一平，然后就付了一个5、6万的首付，然后我买完以后，就这个房价就飞起来了，疯狂的往上涨，飞起来了。最后到我2010几年呢，我这个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我的第一套房子我卖掉的时候，都已经涨了10几倍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享受到了这个时代的红利和国家发展的红利。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变得适当了，就有得就有失嘛。我觉得太好了，说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房子它就是一个投资吧，那你投资就有风险，就有失败。但是我觉得那也得接受吧，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所以我就选择就是坦然的吧，尽量坦然的面对它。对，所以今天就像说的，就白送了。